大家好，前排去咗開平，一心諗住睇好出名嘅世界文物遺產開平碉樓。上網揾資料嘅時候，發覺冇乜人試過喺開平搭巴士去啲景點。我揾資料嘅時候，亦都有少少困難，所以今次去完之後，我都想介紹翻俾大家。其實去開平碉樓，除咗跟團之外，都可以考慮下自由行搭巴士玩幾日。首先介紹下今次嘅行程先。我哋由珠海出發，坐大巴去到開平長沙客運站，全程大約用咗3個鐘，成為70蚊人仔。然後我哋係入住一間開平市嘅2星級酒店，叫米蘭酒店。因為我哋今次冇打算去太多遊客嘅景點，所以只係安排咗1日半嘅行程去探索開平碉樓。開平碉樓比較著名嘅景點有自力村同立園。不過我哋今次就揀咗冇咁受歡迎嘅景點，包括赤坎古鎮、馬桿龍同錦江里。而家就等我帶大家睇下點樣全程搭巴士就可以去到呢啲景點啦。首先，米蘭酒店附近比較近嘅巴士站叫做三江橋頭，我哋好多時都喺嗰度等車。第一日嘅下晝，我哋就去咗赤坎古鎮。首先喺三江橋頭等開平巴士606。記住要睇清楚係去赤坎古鎮方向嘅，大約坐30分鐘，成為5蚊人仔。坐到尾站就可以落車，一落車就會見到好多旅遊巴，之後就可以行入去赤坎古鎮慢慢遊覽。不過我哋冇俾錢入場，因為覺得成個景區都好人造，我哋只係喺周圍行下都有好多嘢睇。不過最後撞到一個喺停車場閘口嘅澳門人，佢介紹我哋去附近一個比較有文化氣息嘅景點。不過我哋去完都唔知嗰度嘅地方叫咩名，只知道如果你喺地圖上面打赤坎市政府就會去到。呢個地方就係喺市政府大樓嘅對面，由赤坎古鎮行過去大約1.2公里，沿途景色非常優美。所以係極度推薦㗎。去完呢個好有文化氣息嘅景點之後呢，我哋就去返赤坎古鎮門口坐返606，再喺三江橋頭站落車就可以返到酒店啦。第二日嘅行程，我哋就安排咗去馬桿龍同錦江里，因為喺地圖上面睇呢，佢哋2個景點呢嘅相距嘅距離係比較近嘅。朝早我哋又去返三江橋頭站度等車啦。今次咧，我哋就坐開平巴士616。今次咧，記得係要去橫向義興方向嘅車站，大約坐45分鐘，成為人仔6蚊。今次喺巴士上面咧，記得唔好瞓着啦，因為我哋係會喺中途站落車，而去馬桿龍嘅落車地點咧，就會係馬桿龍路口。落車之後，我哋大約行2公里就會去到村口。我哋去到先知道，原來坐巴士之後行去村口係會去咗後門度入嘅。我哋一直以為呢個地方咧係唔需要買票入嘅，直至到其中一個碉樓嘅下面係有票務員看守住，而去檢查我哋嘅票嘅時候呢，我哋先知道原來係需要買票嘅。所以如果你唔入去碉樓嘅話呢，其實係冇人會查你票嘅。不過我哋就乖乖地去返票務處買票啦。碉樓嘅票價呢係有2種嘅，一種係包咗4個景點，限2日內使用；另外一種呢係單獨買票。因為我哋呢只係去馬桿龍同錦江里呢2個地點啦，所以我哋就選擇咗單獨去到景點先至買票，成為50蚊人仔。詳細嘅票價可以睇下面嘅 description。我哋喺馬桿龍大約逗留咗2至3個鐘頭左右啦，我哋就出發去錦江里啦。去錦江里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行返去馬桿龍路口嗰個車站，同一個方向等613號巴士。大約10分鐘左右，成為2蚊雞就可以去到錦江里路口啦。落咗車之後，行大約1.5公里，又可以去到錦江里碉樓群嘅正門，買埋門票就可以入得。可能我哋嗰日去咧係平日啦，所以咧錦江里係完全冇人。
錦江里係今次旅程最值得推介嘅地方，因為開平第一樓即係最高嘅碉樓碎石樓就係喺呢度。好啦，今次就講住開平交通攻略先，下一次再有機會同大家分享我哋喺開平住嘅酒店米蘭酒店嘅實況，同埋今次旅程嘅其他景點啦。如果你中意呢一段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下次再見。